事实上，不仅是他感受到了那股杀意，在场的所有小辈们都感受到了那股杀意。他们终于知道，原来不仅楚风霸道，楚风的这只戒灵似乎更为霸道，所以没有人敢再多说什么。至于女王大人，则站在第9座传承点的门口，始终盯着那消失的入口，眼睛一动不动。可若从正面仔细观看，便可发现，在那一双美得动人心魄的眼眸之中，不仅满是担心之色，竟然还有晶莹的泪光闪动。只不过，楚风真的死了吗？楚风他自然没死。楚风的选择并没有错，因为眼下楚风已经进入了一座宫殿之中，这宫殿内满是宝物，一眼望去，琳琅满目，各种宝物应有尽有，哪怕连价值不菲的仙兵，此处竟然都有着100多件，并且那品质个个不凡。尤其是其中一把碧绿色的弓，那品质简直是楚风所见过最好的仙兵，哪怕仙兵山庄、仙兵库内也没有一把仙兵能与这把弓相比较。但是眼下最吸引楚风的却是这宫殿内最深处的一座墓碑，墓碑上面的5个字深深地吸引了楚风，那是剑道尊者墓。其实楚风他早就怀疑这里是剑道尊者墓，但当发现这里真的是剑道尊者墓后，楚风仍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和喜悦。剑道尊者是何方神圣？那可是曾经大千上界大名鼎鼎的存在，而这所谓的衣钵传承，原来就是剑道尊者的传承。这件事情若是传出去，定然会令整个大千上界为之震惊。不过楚风没有立刻出去，可不是因为楚风被这里的宝物所诱惑住了，而是当楚风进入此处后，便惊愕地发现他进入此处的结界门竟然消失了。也就是说，楚风他被困在此处了，他想出去也是找不到出口，甚至楚风都没有办法和女王大人进行沟通了。眼下楚风可谓是孤立无援，但楚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慌乱。既然这里是传承之地，那必然不会将楚风困死于此处，定然是有着可以离开此处的方法。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凭空而现，那是一道类似灵魂体的存在，那是一位老者，而不用他人介绍，楚风也知道此人应该就是剑道尊者，只不过那不是真正的剑道尊者，应该是剑道尊者临死之前所设下的阵法。正如楚风所料，那道身影出现后，很快便开口了：既然来到此处，那么便说明你有资格得到我的传承，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了，除了他。话到此处，剑道尊者将手指向墓碑，他这一指，那墓碑前竟然有光芒涌动，那光芒竟然如同喷泉一般喷涌。而当光芒消散后，一个石盒出现了，它乃是老夫毕生所得最为珍贵之物，但能够得到它，还要看你的造化。话罢，剑道尊者的身影便消散，楚风则是赶忙来到了那石盒前。楚风一眼就看出这石盒乃是一座阵法所化，所以它很特殊。别看它不大，可除非拥有绝对的力量，否则唯有将这石盒破解，才能将其带走。而楚风显然并不具备那等绝对的力量，所以他想取得石盒之内的宝物，就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破解这个石盒，并且通过观察，楚风也是发现，只要破开这个石盒，应该就可以开启离开此处的出口，否则楚风将被困在此处，破不开这石盒，我将被困死在此处。就算得到了你这些宝物，又有什么意义？楚风忍不住埋怨一声，可还是立即开始仔细观察那石盒。没办法，毕竟楚风他还不想被困死在这里。而经过足足3个时辰的努力，楚风终于将这个石盒解开。当石盒解开之后，先是符咒闪烁，下一刻石盒才缓缓开启。石盒开启后，一道光芒便自石盒之中冲天起。原来那光芒是几行字体，第一排的字体乃是5个大字“拆兵重铸诀”，而后面的字体则是介绍了这拆兵重铸诀的作用。原来这拆兵重铸诀是一种可以将兵器拆解开来又重新铸造的手段。经过这种手段之后，不仅兵器会达到一定的升华，戒灵师的结界之力也会得到一定的升华。按理来说，这的确是一件难得的宝物，也难怪剑道尊者会把它作为最重要的传承，封存在石盒之内。但这拆兵重铸诀绝非只是对兵器的升华和结界之力的提升这么简单。楚风惊愕地发现，若是能够将兵器拆分之后，使用这拆兵重铸诀重铸的同时，楚风也可以使用天军练兵谱，也就是说，两者结合之下所重新铸造出的兵器，不仅能够让楚风的结界之力提升，还会让楚风获得修武之道。久而久之，楚风的修为也会提升。简而言之，这拆兵重铸诀简直就是为楚风准备的呀！就在这时，那字体化作一道光芒，笔直的进入了楚风的脑海之中。原来这传承是直接进入楚风的体内，直接被楚风所获取。这一刻，楚风简直激动坏了。想一想，得到了拆兵重铸诀，再配合天军练兵谱，那么楚风日后修武的速度必然将会更加的快速。靠，什么鬼？可是很快的，楚风却是脸色一变，他惊愕地发现，他脑海中的拆兵重铸诀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这竟然是不完整的！被剑道尊者当作宝贝的拆兵重铸诀，居然是不完整的，这不是玩我吗？楚风顿时一脑门子的黑线，他感觉到了深深的恶意。这拆兵重铸诀既然是不完整的，那也就没有任何作用了，所以他有一种被剑道尊者戏耍了的感觉。可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光芒自那石盒出现，那竟是一座磅礴的结界大阵。那结界大阵可谓相当的利奥德，那是超越了龙文级尊袍界灵师的手段。这座阵法乃是圣袍界灵师的手段，莫非剑道尊者已经达到了圣袍的境界？那他自身的修为又将是何等境界？难怪他所布置的阵法连九玄宗的宗主都破不开。原来剑道尊者竟如此厉害。看到这座阵法，楚风对剑道尊者有了全新的认识。身为龙文级仙袍界灵师，楚风能够极为真切地感受到这座阵法的厉害。最重要的是，眼下这座阵法将楚风笼罩在了当中，一股股力量不断地向楚风体内灌输。这种情况下，楚风赶忙盘膝坐下，闭上双眼，认真地感受这一切。
当这阵法出现的那一刻，楚风就知道，原来剑道尊者并没有戏耍他，搞了半天，那所谓的拆冰重铸诀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传承，真正的传承乃是这座阵法。这座阵法会给予楚风真正的传承。果不其然，这座阵法所蕴含的力量超乎楚风的想象，楚风竟然从中领悟到了突破到尊袍界灵师的契机。感受到那一契机之后，楚风立马尝试突破。我不管你是谁，都请你与我缔结契约，让我去你的世界。可就在楚风专心突破之际，忽然一道声音映入楚风的耳中：“你是谁？”忽然传来的声音让楚风神经一紧，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很悦耳，却也很强势。明明她说了请字，是以请求词语来与楚风说话，可是她的语气却给楚风一种非常强势的感觉。我来自修罗灵界，我想追随于你。那悦耳却又极为强势的女子声音再度响起：“是你，上一次呼唤我的便是你。”楚风感到惊讶，当初他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时候，曾感受到过一只界灵的召唤，只不过那一次很模糊，楚风不能确定对方的实力，也无法确定对方的性别。但是这一次不同，随着二者交谈的展开，楚风能够确定这只界灵是一名女子。最重要的是，对方的气息很强，非常的强大，她并非真仙，而是一位天仙。此刻召唤楚风，想成为楚风界灵的这一位，至少是一位天仙境的存在。是我，请与我缔结契约，让我追随于你。那女子的声音再度响起：“可是你的实力远在我之上，为何要追随于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怎么可能主动找到我？”楚风心中充满不解，忍不住开口询问。只不过楚风的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那声音消失了。无论楚风怎么追问，他都不再回答。很快的，对方的气息也消失了，与我的沟通断开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眼下的他已经睁开了双眼，在他的眼眸之中充满了不解。这件事情在楚风看来很诡异，也很蹊跷。楚风觉得这不是偶然，定然是有因有果的，不然一个天仙境的修罗灵界界灵为何要主动投奔楚风，并且他的语气还那般强硬？要知道，楚风也曾尝试与修罗灵界的界灵沟通过，可是修罗灵界的界灵非常的傲气，稍微有点实力的都根本不愿意与楚风缔结契约，所以这个实力远在楚风之上的界灵竟主动联系楚风，这自然很是蹊跷。我擦，我突破了！可是猛然间，楚风又站起身来，他的脸上布满喜悦之色。随后，楚风意念一动，磅礴的结界之力便自他的体内释放而出。只不过，如今他的结界之力已经不再是龙纹，而是重纹。但是看到这满是重纹的结界之力，楚风却是欣喜若狂，激动的喜笑颜开，因为眼下他的结界之力已经不再是仙级，而是尊级。楚风已经晋升为重纹级尊袍界灵师，还真是不虚此行啊！居然成为了尊袍界灵师。尽管楚风也知道他迟早都会踏入这一境界，可是显然这次的传承阵法却大大的加快了楚风踏入尊袍界灵师的速度。而就在这时，那10合之内竟然再度涌现出耀眼的光华，那光华也是再度将楚风笼罩。竟然还有传承，这一次竟是修武之道。楚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因为眼下笼罩他的光华不再是简单的阵法，而是人为凝聚而成的修武之道。之中修武之道乃是人为凝聚而成，所以根本无需楚风领悟，他便自己融入楚风的脑海之中，并且当这修武之道涌入楚风的身体之后，楚风很快便感受到了突破的契机，并且是如此的浓郁。这一次楚风这几乎有90%的把握可以成功突破。我擦，简直太爽了！只要我愿意，现在就可以突破到6品真仙。楚风简直激动的连汗毛都竖立了起来。6品真仙，楚风若是突破到6品真仙，凭借他掌握的实力，将能够与8品真仙一战。那样的实力，至少在小辈之中，怕是少有人能与楚风抗衡。只不过楚风却并没有立即尝试突破，因为他惊愕的发现，那10合竟然碎裂了。碎裂的10合同样化作了一道光芒，凝聚成了6个大字：传承收。门字起，这字体只出现一瞬间，便如萤火一般消散而去，而这其中之意也是再明显不过了。唯有楚风将此处的宝物全部收起来，那出口才会出现。不管怎么说，先离开此处再说，免得让蛋蛋担心。楚风其实很想尽快突破，可是当他进入此处之后，便与蛋蛋失去了联系。楚风觉得蛋蛋一定非常担心楚风的安危，所以为了不让蛋蛋担心于他必须尽快离开此处才行。于是楚风便将此处的宝物尽数收入到了自己的乾坤袋之中。宝物进入乾坤袋后，一道大门便就此开启。看到那道结界大门，楚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只要想到能够见到女王大人，将自己在此处的收获与女王大人分享，楚风便迫不及待地向那结界大门走去。哎呦！可是楚风刚刚靠近结界大门，一道身影却是忽然自那结界大门进入，狠狠撞在楚风胸口，强大的力道竟将楚风撞倒在了地上。忽然间的冲撞原本让楚风有些愤怒，可是低头一看，楚风便立刻喜笑颜开。只见女王大人在自己的怀中：“蛋蛋，你怎么进来了？你的修为，我的天啊，我的神啊，我的老天爷啊！蛋蛋你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了5品真仙，竟然和我一样了！我擦，你在那第一个传承点内经历了什么？”猛然间，楚风感受到了女王大人的修为，一时之间他激动不已，简直连头发都炸了起来。因为女王大人修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这简直是超乎他想象的。但同时他也是真心的为女王大人感到高兴，甚至比他自己得到了剑道尊者的传承还要高兴。可就在此刻，楚风忽然间愣住了，因为他发现女王大人竟然紧紧地抱住了他，一张绝美的小脸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胸口之上。女王大人一言不发，就那样紧紧地抱着楚风，闭着眼睛，并且2行晶莹的泪花正自那绝美的脸颊滑落而下。看到这样的女王大人，
原本激动的都要跳起来的楚风，顿时就安静了下来，他的心中竟满是心疼。抱歉了，让你担心了。说话间，楚风抬起手，温柔地将女王大人脸颊的泪花擦拭而去，随后便张开手臂，将女王大人抱在了怀中。此一刻，女王大人的体香不仅萦绕在楚风的鼻尖，更是萦绕在楚风的心头。楚风只感觉幸福极了，不因别的，只因女王大人在其怀中，这种感觉简直比拥有全世界还要令他的沉醉。可是楚风还来不及好好的感受这种既幸福又暗爽的滋味，女王大人却是从楚风的体内抽离。干什么？占本女王的便宜啊！女王大人用那幽怨的目光盯着楚风说道：“这我也太冤枉了，明明是你钻进我的怀里，是你先抱我的呀，就算是占便宜，也是我的便宜被你占了呀！”楚风一脸的委屈，呸呸呸！本女王想进来看看你还活没活着，结果就撞到你了，一不小心撞晕了本女王，可不是我有意抱着你的。女王大人一脸傲娇的说着，可是那绝美的小脸却红彤彤的，如同刚熟透的苹果一样，那叫一个可爱。看到这样的女王大人，楚风反而更加兴奋了，他站起身来，很是无耻的笑道：“我不管，反正你占了我的便宜，我是吃亏了，我得把便宜占回来才行。”说话间，楚风便向女王大人冲了过去：“你这混蛋，竟敢占我便宜，再敢胡来，本女王可就不客气了！”眼见着楚风来袭，女王大人则赶忙闪躲开来：“嘿嘿，我的女王大人，你莫要以为你成了五品真仙，修为与我一样，就能与我抗衡，可不要忘记，我可是修炼了神罚玄功的。”此刻，楚风忽然停下，只见其意念一动，其额头之上那神级雷纹便涌现而出。当神级雷纹出现之后，楚风的修为也是从五品真仙提升到了6品真仙。女王大人，你占我的便宜，我今天必须讨要回来。话罢，楚风又是无耻一笑，随后便身形一跃，来了一个猛虎扑食，向女王大人那娇柔的身躯扑了过去。可是就在楚风将要靠近女王大人之际，一股强大的力量忽然爆发开来，楚风的身体便倒飞而去，最终狠狠地撞在了宫殿的墙壁之上。尽管楚风并没有真的受伤，可是当他落地之际，一双眼睛却是瞪得溜圆淡淡。你！楚风震惊了，他惊愕地发现，在使用了神级雷纹，修为提升到了6品真仙的他，竟然你根本无法与5品真仙的女王大人抗衡。因为女王大人不仅仅是5品真仙，她还拥有着真仙境强者所失去的力量，那便是逆天战力，并且女王大人的逆天战力竟是逆战5品。淡淡，你的逆天战力竟然没有消失，保留到了真仙境。楚风惊讶不已，要知道在五祖境的时候，楚风也是拥有极强的逆天战力的，可是在他踏入真仙境后，那种逆天战力消失了，不仅是他消失了，所有人的逆天战力都消失了，真是成为真仙强者的代价。但是很显然，这种代价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至少女王大人的逆天战力还在。是啊，本女王的逆天战力还在，所以再敢放肆，休怪本女王对你不客气。女王大人说道：“太厉害了，我的女王大人，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楚风问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赋，你这种平庸之辈是无法理解的。”女王大人小脸一扬，很是傲娇的说道：“莫非修罗戒灵都可以这样吗？”楚风问道：“显然不是。”女王大人说道：“我终于知道了。”忽然，楚风一脸正经的说道：“你知道什么了？”女王大人问道：“我终于知道，为何我母亲别的戒灵不抓，非把你封印在我体内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女王大人眉头一皱，她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楚风这句话明明是在夸她，可是她却听着很别扭，毕竟她是被强行抓来的呀，谁喜欢被人强行抓走，并且如同犯人一般被囚禁啊？反正从现在开始，本女王又可以罩着你了。女王大人说道：“那是自然，有女王大人在，怕是真仙境内没人敢再欺负我了吧？”楚风这话可不是妄想，女王大人5品真仙的境界，再加上那逆战5品的战力，当真可以笑傲真仙境了。就算不能说真仙境内无敌手，可是至少能够击败女王大人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要是有人敢欺负你，本女王就要了他的小命。女王大人得意的数道，随后他又扫视这座宫殿，顿时眉头一皱，说道：“这便是所谓的衣钵传承，怎么空空如也的，什么都没有？非也，女王大人，你看。”楚风说话间，意念一动，结界之力便如同火焰一般，自他的体内升腾开来，那是尊级结界之力。楚风你踏入了尊袍界灵师，看到楚风那结界之力，女王大人也是激动不已。淡淡，我所得到的可远非如此。楚风说道：“你还得到了什么？快与本女王说来。”女王大人无比好奇地问道。而见到女王大人后，楚风也不再急着出去，干脆就与女王大人一同盘坐而下，与女王大人讲述起他在这宫殿内的遭遇。楚风和女王大人相谈甚欢，可是这可就弄懵了外面的人。眼下夏雨儿、修罗赵坤、九玄宗弟子，包括传承窟外的长老们，都是一脸的茫然。什么情况？那门明明消失了，怎么又出现了？莫非楚风进入的不是死门？可是哪怕如此，却也没有人敢贸然进入，哪怕是良秋姐妹进入的门，也没有人敢进入。毕竟人们都怕死，万一进去了，结果是死门，那可怎么办？尽管人们都想得到那所谓的衣钵传承，可却也没有人愿意为此而丧命。可就在这时，左边的那道门忽然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有动静了。莫非是良秋姐妹要出来了？果然，这才是生门。眼见着那门颤动起来，九玄宗的弟子顿时兴奋起来。很快的，2道身影便从中飞掠而出，而那2道身影正是良秋姐妹。只不过看到良秋姐妹之后，人们却又愣在了那里，因为良秋姐妹出现后，竟然就如同从第1座传承点出来的戒灵一般，直接趴在了地上。不仅如此，他们2个的气息非常的虚弱，这是怎么回事？良秋姑娘，你们怎么了？愣了片刻后，
九玄宗的弟子赶忙过去搀扶，可是他们却是一脸的不安。虽然梁秋姐妹从中活着出来了，可是看他们这个样子，却根本就不像是得到了传承啊！楚风他出来了吗？梁秋红月以无比虚弱的声音问道。没有，他进去后便一直没有出来，他的戒灵也跟着进去了，也没有出来。九玄宗的弟子说道。该死的，我们两个进入的乃是死门。梁秋红月说道。死门？那是死门？听得此话，莫说传承窟内的小辈惊讶无比，就连传承窟外的长老们也是同样是感到震惊。一时之间，所有长老都将目光投向了赵匡风衣，那种目光就好像在问：你不是说左边的是生门吗？这是怎么回事？嗨，梁秋姑娘，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左边的明明是生门，你们又为何说它是死门呢？似是想要还自己一个清白。赵匡风一直接通过那观察阵法追问起来。我们姐妹进入其中，难道还不知道那是生门还是死门？梁秋红月很是不爽地说道。若真是死门，你们又怎么会活着出来？赵匡风疑问道。哼，若不是我们姐妹二人身上有恩师部下的守护结界，就已经葬送在其中了，怎么可能活着出来？梁秋红月说道。当真是守护结界救了你们？赵匡风亦以一种怀疑的语气问道。你这是何意？莫非你是觉得我们姐妹得到了传承，想要独吞，从而故意骗你们不成？这一次是梁秋兰月开口了。显然赵匡风一的质疑引起了他的极度不满。非也，老夫可没有这个意思，更没有怀疑两位姑娘，只是你们说你们进入的是死门，也就等于说楚风进入的是生门。可是为何楚风你们姐妹都已经从死门逃出，但进入生门的楚风却是迟迟没有音讯呢？赵匡风疑问道。是啊，为何楚风一直没有动静？倘若他进入的是生门，不是应该立刻出来告诉我们吗？赵匡风一此话一出，立刻获得了众人的认同。毕竟楚风说过，他进入一探究竟，若是里面安全，他会出来告诉夏雨儿等人的。想到这里，就连搀扶着梁秋姐妹的九玄宗弟子目光也是有些变了，他们也是有些怀疑梁秋姐妹，怀疑梁秋姐妹是不是独吞了传承，随后又故意装作进入了死门，从而欺骗他们了。可就在这时，右边的那道门猛然一颤，一道身影便从中走了出来。此人不仅毫发无损，更是一脸的笑容，而此人正是楚风无疑。楚风，你没事？见到楚风，星陨圣地的两名弟子率先冲了过去，赶忙询问起来。我没事。楚风笑着说道。这么说来，你进入的乃是生门？星陨圣地的弟子问道。的确是生门。楚风说道。此话一出，宛如惊雷一般，在众人心中炸响。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楚风的选择是错的时候，楚风居然选对了。扑通一声，修罗赵坤瘫坐在了地上。他此刻已经不是震惊那么简单，他是傻了，他真的是被吓傻了。因为这说明楚风胜了梁秋红月，而他先前许下的承诺也必须要兑现了。不仅是修罗赵坤傻了，就连他的爷爷赵匡风亦也傻了。楚风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就说明他的选择是错误的。身为龙纹级尊袍戒灵师，身为大千上界最强的戒灵师之一，眼光竟然不如一个小辈，这让他的老脸往哪里搁？这让他颜面何存啊！一时之间，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复杂之极，那其中竟是满满的佩服。莫说夏雨儿佩服，莫说星翼长老佩服，就连九玄宗的弟子和九玄宗的长老也很佩服。在所有人都说楚风的选择是错误的时候，在权威级别的戒灵师也说楚风的选择是错误的时候，楚风却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单单是这种自信和这种决断力，就非常人所有，哪怕在场的长老也不具备。楚风，那你得到传承了吗？星域圣地的弟子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而不是自己进入其中一探究竟，那是因为自从楚风自那传承点出来后，那整个第9座传承点就消失了，所以他们想进去也是进不去了，只能向楚风询问。传承得到了呀，楚风说道。你得到了传承？所有传承都被你得到了？星陨圣地的弟子问道。是的，所有传承都在我这里。楚风对于这件事倒是并未否认。混账！听得此话，星陨圣地的弟子则是勃然大怒。你为什么不叫我们进去？你不是说只要那是生门，你就告诉我们吗？楚风，你这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枉费我们这么信任你，你居然欺骗我们，独吞传承！此一刻，星陨圣地的弟子不仅立刻翻脸，更是对楚风恶言相向。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一皱，很是不爽地说道。首先，我进去之后，那门便封锁了，我想出来告诉你们，却也根本出不来。其次，我必须接受所有传承，才能够开启那门，这也是为何那门先是消失而又出现的原因。你们一直在这里，你们应该都有看到吧？可最重要的是，那门再度出现之后，我只见我的蛋蛋进来寻找我，却没有见到你们进来。你们这是何意？你们只顾着你们的死活，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现在居然斥责于我，还说我独吞。我告诉你们，先不说我楚风没有独吞之心，就算有，也是你们活该，因为你们没胆量进入那传承门内，便也没有资格接受那传承。楚风说道。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被楚风说的无言以对。的确，楚风说的不像谎话，因为的确是楚风刚进去后，那门便消失了，他想出来也出不来。而当门再度开启后，他们也的确是没有勇气进入其中。就在此刻，楚风走到了夏雨儿身前，只见其手掌自乾坤带划过，下一刻足足20件仙冰便落在了夏雨儿身前。那是看到那仙冰，莫说星陨圣地的弟子，就连九玄宗的弟子也是眼前一亮，因为那20件仙冰个个都是仙冰中的极品，绝非寻常的仙冰可比，这可是真正的宝物啊！更何况除了仙冰之外，还有修炼材料以及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宝物，尽管不如仙冰那般抢眼，可却也没有一件是寻常之物，那都是价值不菲的宝贝啊！楚风公子，你这是何意？夏雨儿美眸转动，有些不解地问道。虽然你没有进去，
可我觉得这是你应得的，传承的一部分，你收下吧。楚风说道。谢了。夏雨儿犹豫了片刻后，还是将这些宝物接受了。若是寻常的仙兵和宝物，他可能会拒绝，可是楚风给予他的这些，他却是没有拒绝的理由。莫说他自己收下，哪怕放到星域圣地，这也是难得的财富。楚风兄弟，先才是我们不好，是我们错怪了你。就在此刻，星陨圣地的2名弟子一脸渴望地走到了楚风身前，看着这样的2人，楚风则淡淡一笑：怎么想分宝贝？不好意思，你们2个不配。你，楚风，你真是卑鄙！要知道，这里可是我们星陨圣地的宝藏，我们分你一部分已经是仁慈，你居然还想独吞，你还要不要脸？见楚风不仅不分他们，竟然还羞辱他们，这2名男弟子立刻又变了脸。然而对于他们2个的话，楚风却是不以为然，淡淡的笑道：你星陨圣地的宝藏，既然是你星陨圣地的宝藏，为何你们得不到，反而落入了我楚风的手中？你星陨圣地的宝藏，这句话你怎么不对楚氏天族说？你问一问楚氏天族承不承认这里是你星陨圣地的宝藏？你这家伙！星陨圣地的男弟子气得脸色发青，却又不知如何回答。不仅是他们，楚风此话一出，就连九玄宗的人也是脸色一变。的确，这里不属于星陨圣地领地，所以便不存在仙道仙的之理。这大千上界乃是楚氏天族的领土，所以就算非要说这里属于谁，也应该是属于楚氏天族，而绝非他星陨圣地或是九玄宗。另外，我要提醒一句，在我进入之前，你们可所有人都认定那是死门的。若不是我楚风，你们可能已经听了赵前辈的话，选择进入了左边的那道门。若不是我楚风，你们现在可能已经死了，向我讨要传承。哼哼，不要脸的不是我楚风，而是你们。话到此处，楚风忽然看向东南方，那里没有人在，可是楚风却知道，他所看的方向正是对着传承窟外众位长老的方向。楚风看向这个方向，刚好能与那些长老对视。不妨实话实说，这里乃是剑道尊者的遗迹，而我楚风得到的乃是剑道尊者的传承。但是能够得到传承，我楚风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所以莫说这2个不要脸的蠢货，就算星陨圣地想跟我讨要传承，我也只是2个字：休想！楚风已经下定决心，自己今日所得绝对不再与任何人分享。楚风此话说完，星陨圣地的拓跋长老与九玄宗的银发长老彼此对视了一眼，在他们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了一抹寒意。拓跋长老，剑道尊者的传承，那可是非同小可的。我相信先前楚风给夏姑娘的那些仙兵，只是9牛1毛罢了，而这原本可都是属于你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现在居然被这楚风独占，并且他还占得这般理直气壮。恕我直言，他是完全没有把你们星陨圣地和九玄宗放在眼里啊！赵匡风一开口说道，他明显就是挑拨离间，想要借助九玄宗和星陨圣地的力量对付楚风。而事实上，哪怕他不挑拨离间，九玄宗和星陨圣地也不会放过楚风，至少他们不会让楚风带着剑道尊者的传承离去。赵兄，能否借助你这阵法，让我与楚风交谈一番？拓跋长老对赵匡风一说道。当然可以。赵匡风一说话间，便开始开启阵法。此刻，传承窟内，众位小辈都盯着楚风，他们眼中充满了震惊，包括夏雨儿也是如此。他真是没有想到，楚风敢这般挑衅星陨圣地和九玄宗，可是楚风这样做，却也是有他的道理。这绝对不是他嫌自己的命长，而是楚风深知星陨圣地和九玄宗不可能让他这样安然离去。不管楚风承不承认他得到了传承，对方都不会让他安然离去。楚风深信，哪怕自己说那第9座传承点内是空的，星陨圣地和九玄宗也是不会信的。与其坐以待毙，楚风还不如先摆明立场，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可就算鱼死网破，楚风觉得那死的也未必就是自己。更何况剑道尊者都说了，这传承属于楚风，楚风凭什么要与他们分享？分给他们是情分，不分给他们也是情理之中。而在楚风看来，在场之中配与他分享的只有夏雨儿，除此之外，谁都别想从他这里拿走分毫。可就在这时，一声没憋住的笑声忽然传来，是修罗赵坤。原本当楚风出现后，修罗赵坤脸和楚风对视都不敢，生怕楚风叫他改名字。可是当楚风公然向星陨圣地和九玄宗叫板之后，他却实在是忍不住想笑，因为在他看来，楚风这实在是太不自力量了。怎么了，赵兄？你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改名字了是吗？果不其然，修罗赵坤这一笑，楚风便将那不怀好意的目光投射了过去。改名字？改什么名字？修罗赵坤脸色发青，装糊涂的问道。他自然不会改，宁可死他也不会改的。毕竟如果真的改了那种名字，他将会被世人耻笑，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哟，看来你是想要赖账啊！楚风冷然一笑，随后身形一纵，便来到修罗赵坤身前，一脚便将修罗赵坤踹翻在地。只见楚风一只脚踩在修罗赵坤胸口上，随后右手握紧，刹那间一把结界长剑便出现在了楚风手中。那是当那把结界长剑出现之后，莫说传承窟内的小辈，就连传承窟外的长老们也是目光大变，他们都能认得出来，楚风那结界长剑上所涌动的结界之力，乃是尊级。楚风成为尊袍界灵师的事情，已是让众人所知。尊袍界灵师，这便是楚风所得到的传承吗？可恶！看到楚风手中的结界长剑，梁秋姐妹的眼中涌现出懊悔之色，她们憎恨自己，憎恨自己选错了门，否则搞不好成为尊袍界灵师的不是楚风，而是他们。楚风，你要干嘛？可就在这时，一声惊恐的嘶吼却是传来，是修罗赵坤。当楚风把那结界长剑对准他的脸颊之后，他真的是被吓坏了。毕竟傻子也看得出来，楚风这是要对他出手了。既然你不肯改名，那就只能由我来帮你了。懦夫赵坤这4个字将永远刻在你的脸上。楚风此话说完，
便准备动手。楚风小友，请等一下。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那不是赵匡风衣的声音，但是却自转城窟外传来。而如夏雨儿等人也是已经听出来，那是星陨圣地太上长老的声音。当听到太上长老的声音响起后，星陨圣地的2名男弟子嘴角顿时掀起了冷笑。他们知道，他们的太上长老是绝对不会放过楚风的。楚风的好日子是要到头了。可是拓跋长老这一开口，这2名男弟子却顿时傻眼了。楚风小友，我是星陨圣地的太上长老拓跋杜雄，我觉得你所言在理。今日若不是楚风小友帮忙，我们怕是连一波传承都看不到。所以你所得到的传承就归属于你。只是有一件事，老夫还请楚风小友帮忙。什么情况？向来霸道的太上长老不仅没有为难楚风，竟然还妥协了。此时此刻，莫说星陨圣地的2名男弟子一脸呆滞，就连夏雨儿也很意外。他们都没有想到，拓跋长老竟然就这样从了楚风。这可不像他们所认识的拓跋长老啊！前辈客气了，什么忙你说？楚风说道。赵坤小友年少轻狂，先前说话的确有些过分，可是若真要他改名字，那也真是难为了他。不知楚风小友可否给老夫一个面子？此事就不要追究了，可好？拓跋长老说道。前辈这个面子，楚风是一定要给的。只是若就这样放过了修罗赵坤，怕是他不会吸取教训。他不必改名为懦夫赵坤，但是修罗2字必须去掉，让他叫他的本名赵坤就好，莫要再自称什么修罗赵坤，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再看他侮辱修罗这2个字。楚风说道。听得此话，修罗赵坤脸色气得通红，可却连个屁都不敢放。毕竟对于他现在已是砧板上的鱼肉，那里还敢对楚风造次？不过对于楚风的这个提议，拓跋长老却也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赵匡风一。赵匡风一明白了拓跋长老的意思，于是立刻说道：坤儿，从今以后你就叫赵坤吧。当其爷爷开口后，赵坤还能说什么？只得连连点头表示认可。毕竟相比于叫懦夫赵坤，赵坤这个名字已经是好太多了。在赵坤答应后，楚风才把自己的脚从赵坤身上挪开，并且露出了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说道：赵兄，起来吧，以后可不要乱许诺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楚风这么好说话的。听到楚风的话后，赵坤连哭的心都有了。你好说话，你要是好说话，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好说话的人吗？在此之后，九玄宗的弟子和星陨圣地的弟子分别进入那些还未进入过的传承点。楚风已经得到了剑道尊者的传承，所以剩下的传承点楚风便没有进去，而是将那些传承全部交给了夏雨儿等人。同样的，梁秋姐妹也没有进去，只不过他们与楚风不同，楚风不进去是因为楚风觉得没必要了。就算那些传承点内的传承非同小可，但也一定不如第9座传承点内的宝物珍贵。而梁秋姐妹则是因为她们没有那个心情，她们两姐妹正在疗伤，至于切磋之事则闭口不提。正所谓好男不和女斗，看她们两个那个样子，楚风倒也没有难为她们，也没有追究切磋之事，而是盘膝坐下，仔细钻研其那拆冰重铸诀。尽管已经确定这拆冰重铸诀并不完整的，可楚风还是不死心，还是想钻研一番。此刻传承窟外，星陨圣地的一位长老则是走到拓跋长老身前，低声问道：太上长老大人，您该不会真是打算放过那楚风吧？放过他怎么可能？不给一个交代，他今日休想安然地离开此处。李兄，你说呢？拓跋长老对九玄宗的银发老者问道。原来他先前故意和楚风交谈，只是想安抚楚风，骗楚风出来，只要楚风出来了，他就会立刻变脸，逼楚风交出剑道尊者的传承。此一招不可谓不阴，不可谓不险。这传承若是拿回来怎么算？银发老者问道。毕竟那第9座传承点是楚风开启的，正常来说也该属于星陨圣地。这件事事关重大，需要我家掌教评断，但绝对不会独吞便是。拓跋长老说道。若是这样，倒还算你星陨圣地懂事。九玄宗的银发老者终于笑了笑，尽管星陨圣地的实力非同小可，可是与他九玄宗自然还是差了不少。毕竟九玄宗可是一方上界的霸主，尽管剑道尊者的传承也是非常的珍贵，可若能因此而与九玄宗结下更深的情谊，那对星陨圣地来说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拓跋兄，只是楚风那个楚风，我看非寻常之辈，不仅身为修罗界灵师，竟然还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他与楚氏天族的那位可有关系？忽然间，九玄宗的银发老者目露担忧之色，这楚风如此的出类拔萃，简直是整个星域都不多见的奇才，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推断楚风的身世。刚好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也叫楚风，如果那个人还活着，应该与楚风年龄相仿。只是九玄宗的银发老者自然不可能害怕一个小辈，他害怕的是那个小辈的父亲。那位的父亲叫做楚轩辕。尽管九玄宗不在大千上界，可楚轩辕的威名却是整个祖武星域都知晓的。而九玄宗的这位银发老者也曾目睹过楚轩辕的风采，那是一次星域上的试炼，诸多小辈参战，各方强者围观，可那一次试炼却出了问题，群魔乱舞，连在场的强者也是难以抗衡。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怕是要命丧于此之际，站出来的却是一个小辈，而那个小辈正是楚轩辕。他至今还记得楚轩辕一人一剑灭杀群魔的景象，在那一刻，多么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变得暗淡无光，天地间唯有楚轩辕最为瞩目。自那之后，楚轩辕的壮举一件接着一件的出现，他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让个上界高手谈起来都要为之忌惮的小辈。现如今，楚轩辕已经不是小辈了。银发老者也听闻了楚轩辕的事情，知道楚轩辕犯下大错，被楚氏天族关押起来，可是他没有死啊！那样的存在，天知道现在的他具备着怎样的实力。
假如这楚风真的是楚轩辕的儿子，至少他九玄宗是不敢动的，因为他九玄宗还不想因为一个剑道尊者的传承，就葬送九玄宗传承数万年的命脉。你放心，这楚风与那位没有任何关系，与楚氏天族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亲口承认的。拓跋长老说道：“拓跋兄，此事你可要确定，否则后患无穷啊！”银发老者说道：“尽管安心便是，此事若是不能确定，我也不敢难为于他。”拓跋长老说道：“可哪怕这样，也还是不要太难为他，毕竟只是一个好苗子，只要他肯交出传承，让我们检查他的灵魂，我们就放过他吧。”银发老者说道：“这是自然，我们毕竟是名门正派，而非邪门歪道，肯定是不会乱杀无辜的。”拓跋长老说道：“只是检查楚风的灵魂内有怎样的传承，却要有劳赵兄了。”拓跋长老对赵匡风一说道：“他们老谋深算，不可能只是楚风交出乾坤袋就放过楚风，他们还要用结界之术检查楚风灵魂内是否有更重要的东西。毕竟一般来说，真正的传承都是直接融入灵魂的，他们对于这一点都很清楚。”小事一桩，赵匡风一淡淡的笑了，虽然笑得很淡，可却看得出来他非常的兴奋。见此情形，新一长老则是眉头紧皱。灵魂乃是修武者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本源，踏入真仙境后，肉身碎都不会影响到修武者，可若灵魂灭，那就真的死了。而据他所知，哪怕实力再为强大的界灵师，若是强行观察他人灵魂内的力量与手段，并且强行剥离出来，这对那个人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而那种伤害很可能是永久性的。这赵匡风一对楚风有心怀恨意，若是楚风真的交到他的手中，怕是凶多吉少。新一长老此刻纠结极了，他是想救楚风的，只是他很清楚，在拓跋长老和那银发老者的面前，他根本就没有救楚风的能力。可就在这时，一道同龄的声音忽然自众位长老身后传来：“此处之人全在这里，怎么会忽然传来铃声？”不解之际，众人几乎同时转过头去，望向身后那铃声传来的方向。可是这一看，在场的所有长老，包括星陨圣地的太上长老和九玄宗的那位银发老者，皆是赶忙闭上了眼睛，就连那一张张老脸也是变得扭曲，涌现出痛苦之色。在他们所观望的方向，竟然刺出耀眼的强光，如同明日就在眼前，普照四方。那强光太强了，刺得他们双眼疼痛，不敢直视，只得闭上双眼。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这一刻他们的身体竟然无法动弹了，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所束缚。可是要知道，如星陨圣地的拓跋长老和九玄宗的银发老者，那可都是八品武仙啊！这样的实力，在大千上界足以傲视群雄，能够压制他们的，那绝对是非同一般的存在，是绝顶的大人物。尽管那强光刺得双眼很痛，可是拓跋长老等人还是忍着疼痛，注视着前方。他们必须知道，这个强大之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哪怕是死，可也至少也死得明白。而如此注视之下，他的目光也是渐渐清晰起来。隐隐间，他能看到强光中心有着一道身影，那身影的身材不高，弯腰驼背，手中拿着一个长长的烟袋，正一口一口地吸着烟。尽管有些模糊，可拓跋长老却看得出来，那应该是一个老妇人，年迈到一定程度的老妇人。拓跋长老开始过滤脑海中能够压制他的强者，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有这样一个存在，是何人？不解之下，拓跋长老开口问道：“我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接下来说的话。”一道苍老且有些嘶哑的声音响起，果然那不是男子，而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真的是年迈了，从声音就可以听出来，甚至有些虚弱。可哪怕如此，却没有人会怀疑这位老妇人的实力，只怕意念之间，她就能夺走在场所有人的性命。所以拓跋长老等人根本就不敢造次，只能专心的听着。他们觉得对方接下来的话很可能会决定他们接下来的命运。记住了，有些人不是你们能动的，若是动了，便不是你们死不死的问题，你们身后的势力还会不会继续存在？不要以为我是在吓唬你们，若是不信，你们可以试一试。话罢，那老妇人竟然笑了，只是她的笑声竟是如此的恐怖，如此的诡异，如此的令人不安，那简直就不像是人类的笑声，但却有比妖兽、比魔物还要令人惊悚。伴随着她的笑声响起的那同龄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二者渐行渐远，很快的便彻底消失了。老妇人走了，当她走后，在场的众位长老也终于恢复了自由，又能动弹了。只是此刻的他们却是冷汗连连，先前的威压太强了，强如新一长老此刻也是控制不住的浑身发抖，而实力稍弱者更是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就如同经历了生死大劫。甚至连拓跋长老和银发老者这种存在，此刻也是面色如纸，手掌在微微的颤动着。如此威压，怕是尊者境。银发老者说道。拓跋长老点了点头，眼神仍有些呆滞，他还未从先前的惊恐中走出来。你不是说这楚风不是楚氏天族之人吗？为何会有如此存在为他撑腰？银发老者很是愤怒地问道。他不可能不愤怒，这事还没有对楚风动手，若是真的动了手，他们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怕是已经死了，不是怕是，而是一定，那位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这不能怪我啊，是那楚风自己亲口说的，他不是楚氏天族的人啊，他来自凡界，他之前和那些小势力产生恩怨，也没见那些小势力如何，所以就都觉得他没有靠山，他真的来自凡界，只是天赋好一些，得到了一些奇遇罢了。谁曾想他身后竟然还有这样的靠山，这家伙简直太阴险了。不过他应该不是楚氏天族族人，就算来历不简单，也可能是来自其他上界，至少先前那位尊者级别的存在一定不是我大千上界的。拓跋长老说道。他很是委屈，也很是愤怒，他感觉自己上当了，被楚风欺骗了。他真的以为楚风没有靠山，谁曾想差点因为这种大意而把自己害死。
总之，你险些要害死我了。九玄宗的银发老者仍然是一脸的怒容，太险了，实在是太险了，只差一点就铸成了大错呀。而此刻，连这两位大人物都吓成了这个样子，就别说其他人了。赵匡风一这个之前还一直盘算着要如何对付楚风，为其孙儿报仇的戒灵师，此刻也是瑟瑟发抖。他之所以发抖，可不全是因为被那威压所压迫所致，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恐惧。尊者强者，那可是一口唾沫都能把他淹死，意念一动都能让他魂飞魄散的存在。楚风身后有这种存在撑腰，他先前居然还妄想收拾楚风，他简直是太愚蠢了，实在是太愚蠢了。他不停地在心中咒骂着自己，咒骂自己怎么如此愚蠢。楚风天赋如此利奥的，又掌握诸多手段，身后怎么可能没有人撑腰？他真是后悔到肠子都青了，甚至痛恨自己，恨自己如此大意的认为楚风没有靠山，从而险些葬送了自己。只是在众人恐慌之际，新一长老却是在心中泛起了嘀咕：楚风拥有如此厉害的靠山，为何还要找他帮忙，陪同楚风去参加鬼宗殿的拍卖大会呢？是楚风故意装腔作势，伪装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是说楚风真的不知道在他的身后有一位尊者级别的存在，在暗中保护着他？不管怎么样，今日之事都让新一长老对楚风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就在传承窟外的这些大人物都被吓得脸色发青，暗下决心再不得对楚风出手之时，传承窟内的众位小辈却仍在满心喜悦地更换着传承点。不进去不知道，进去之后他们才发现此次的传承还真是非同小可。不得不说，这对于他们来说也的确是一种弥补。可是人总是不知道感恩的，就比如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当他们发现他们所进入的传承点内都有着那样的宝物后，他们就会去想，楚风所得到的衣钵传承又是怎样的传承，那一定远非他们所得到的可以比拟的。想到这里，他们越发觉得不能放过楚风了。而连他们都这么想，那星陨圣地的长老又会怎么想？想到这里，他们忽然懂了，太上长老一定不会放过楚风，先前只是故意安抚楚风，想骗楚风出去的。想到这里，他们顿时平衡了不少。当他们再度看向楚风之时，目光中有着一抹阴冷，心中暗想，让你再嚣张片刻，带你出去就有你的好果子吃。而连这2个蠢货都能想到外面可能蕴藏危险，楚风又岂会不知？楚风已经悄悄地将邪神剑握在了手中，同时楚风还将一道至尊隐身符藏于袖口中。终于，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弟子将此处所有传承点内的传承都得到了。可就在这时，这传承窟内竟然剧烈地颤动起来。与此同时，无论是脚下还是虚空，竟都有道裂痕出现，并且正在不断蔓延。不好，这传承窟是要崩塌，快离开此处！眼见不妙，楚风大喝一声，随后便立即向传承窟的出口行去。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人敢怠慢？赶忙跟随着楚风逃了出去。当楚风等人出来后，才发现原来不仅传承窟内在崩塌，连传承窟外都在崩塌。不过好在有诸多长老在此，这种坍塌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只是这种情况不免让人感慨，这传承窟算是彻底消失了。而这也说明楚风的确是得到了衣钵传承。眼下人们已经来到了外边，楚风等小辈再度与新一长老等人聚集在一处。此刻夏雨儿看向楚风，竟然有些担忧。他冰雪聪明，自然知道楚风眼下身在危险之中。而如赵坤以及星陨圣地的2名男弟子，则是一脸冷笑地看着楚风，等待着楚风遭受到拓跋长老等人的责罚。楚风小友，此次真是多亏了你，你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你的责任范围，真是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才好。我决定这是一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终于拓跋长老开口了，可预料之中的冷冽并没有出现，他竟一脸殷勤地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什么情况？眼下莫说赵坤以及星陨圣地的男弟子不解，就连九玄宗的弟子也很是不解。就算不追究楚风，可也不至于给他礼物吧？这星陨圣地的长老莫非脑子抽风了不成？楚风小友，你今日的风采实乃让老夫大开眼界，一点心意就当是见面礼，还请你务必收下。可就在这时，九玄宗的银发老者竟也手捧着一个乾坤袋走到了楚风近前。这一刻，莫说那些小辈一脸迷茫，就连楚风也有些不知所措了。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可唯有在场的长辈们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得罪楚风了，否则莫说他们小命不保，就连他们的势力也将面对至少一个尊者级别的存在。这也是为何就连九玄宗的弟子也要讨好楚风，甚至主动送上礼物的原因。前辈，这礼物，楚风下意识的便要拒绝，毕竟正所谓无功不受禄，楚风无缘无故的自然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殷勤送礼。更何况先前发生那种事，楚风也无法确定他们眼前的殷勤是不是就是真的好意。楚风小友，这礼物你务必要收下，否则今日老夫便不让你走了。拓跋长老强硬的说道。没错，那我也不能让你走。九玄宗的银发老者也是说道。这到底是怎么了？预料之中的对峙和压迫没有来也就罢了，居然还非逼着收下礼物，不收下就不放楚风离去，这到底是演的哪出戏？眼下星陨圣地与九玄宗的弟子面面相觑，就俩夏雨儿和梁秋姐妹的美眸之中也是充满了不解。楚风小友，这是2位前辈的一番心意，那你便收下吧。就在此刻，新一长老说道。在新一长老开口后，楚风倒也不再犹豫，毕竟对方已是放下态度，不收礼物就不让离去了这种话了。可是当收下礼物后，楚风更是惊讶了。拓跋长老给予楚风这乾坤袋内的礼物，满是练兵所需的材料，虽然只是练兵需要的材料，可是这价值却比新一长老之前答应楚风的报酬还要丰厚1倍。而九玄宗长老给予楚风的礼物更是厉害，这其中不仅有修炼材料，还有着足10件仙兵。虽然这10件仙兵的品质都非最佳，
可却也是仙兵的品质还非常不错的。在楚风收下礼物后，拓跋长老与九玄宗长老便纷纷与楚风告别，随后便率领着各队人马就此离去。竟然真的就这样放过了楚风，并且在离去之前，赵匡胤竟然也来到楚风身前，同样赠予礼物。虽然他准备的礼物不及拓跋长老和九玄宗长老，但却也是分量不轻。楚风不会忘记。当赵匡胤赠予楚风礼物的时候，赵坤那一脸吃了屎一样的表情，想必他那个时候已经彻底懵逼，绝对不会想到他的爷爷不帮他出头，反而向楚风送礼，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庆祝楚风教训了他的孙子不成？尽管不解，赵坤却也没有问什么，而是在与赵匡胤一离开之后，他才终于忍不住开口了：“爷爷，您究竟是怎么了？那楚风如此对我，你不替我楚风也就罢了，怎么还送他礼物？”赵坤满脸的怨念：“坤儿，日后不要再与楚风为敌，否则整个大千上界，怕是没人就得了你。”赵匡胤一说道。